丈夫在厨房发现一包耗子药啊！莫非我媳妇真的要跟我同归于尽？这位丈夫何尔军手里握着耗子药，站在锅台边上，想起了昨天晚上妻子于翠翠忽然哭哭啼啼。何尔军，你就别嘴硬了，全村人都知道了，就我自己是个大傻瓜。全村人都知道什么了？你倒是说明白呀！你跟张寡妇是怎么回事？自己交代吧。何尔军这么一听，可气坏了，说我跟张寡妇怎么了？什么事都没有啊，清清白白。妻子于翠翠这才说是隔壁李婶都告诉我了，她亲眼所见。我回娘家的时候，你半夜从张寡妇家里走出来。何尔军，我也不想活了，要跟你同归于尽。要不是当时天太晚了，何尔军真想找到隔壁李婶当面理论一番。可是现在自己干完农活刚回家，厨房里不但是冷锅冷灶，而且还放着一包耗子药。顾不得多想，何尔军转身出了厨房，穿过院子来到正房。3间屋子都没有妻子于翠翠的人影。哎呀，他这是到哪儿去了？感觉不妙，何尔军拔腿就跑出家门，打算到街上去寻找老婆。脚刚迈出院门，迎面撞上一个人，哎呀一声，被撞到的女人就蹲在了地上，捂着脑门子直嚷嚷：你这脑袋是铁铸的呀，怎么这么硬？何尔军低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隔壁邻居李婶儿。李婶儿告诉何尔军，说是你媳妇于翠翠呀，是到村东头张寡妇家去了。何尔军很快来到了张寡妇家门前，抬手敲门，家里没人搭话，又使劲的敲，还是没有应答。何尔军便推门而入，真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了一惊。就见张寡妇张天娥瘫软在茅房门口，上吐下泻，话都说不出来了，这分明是中毒的症状。救人要紧，何尔军抱起张寡妇，叫上了光棍刘大柱，开着生产队上的拖拉机就赶到了医院。好在情况并不严重，医生给打了一针，张寡妇的症状很快就缓解了。原来张天娥是吃了没炒熟的豆角，食物中毒。二军，你媳妇来找过俺，非说咱俩有事儿，我跟她解释她也不听，后来翠翠就回娘家去了，你快去她娘家看看吧。何尔军把光棍刘大柱和寡妇张天娥留在医院，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岳父家接媳妇。结果于翠翠根本没有回过娘家，老丈人把眼一瞪，何尔军，你把我闺女给弄哪儿去了？自己的媳妇都看不好，愣着干嘛？还不快去找去！天黑之前找不回来人，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何尔军狼狈不堪，无头苍蝇一样，在各个村子之间转悠了老半天，一点线索也没有。中午也没吃饭，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哎，先回家吃点东西吧，没准翠翠她已经自己回家了呢。想的倒是挺好，回到家一看，媳妇于翠翠还是影都没有。何尔军在厨房啃凉馒头，隔壁李婶又来了。二军，翠翠还没回来呀？何尔军老大的不高兴，白了李婶一眼。我说李婶，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半夜去过张天娥的家呀？你这是故意造谣诽谤，知道吗？要是翠翠有个啥意外，小心我到法院去告你。李婶自知理亏，嬉皮笑脸的往何尔军跟前凑了凑。二军啊，你先消消气，我这不是跟翠翠开玩笑呢吗？谁成想他还当真了。不过现在找人要紧，你也别急，我跟你说，翠翠那天跟我念叨过，她说想去找一个什么老同学，说是那个老同学做买卖发财了，可有钱了。何尔军听到这儿，脑袋瓜子嗡的一声就大了。
怎么回事呢？他瞬间想到了一个人，妻子于翠翠的老同学，同时也是前男友，在县城开私人旅馆的高一能。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为了娶于翠翠，自己还跟高一能打过一架呢。何尔军心想，不行，不能让翠翠去找高一能，那非得给我戴上绿帽子不可。想到这儿，何尔军也没空搭理李婶了，他登上自行车，一路狂奔，来到县城，找到了高一能的私人旅馆，抬腿就想进去。何尔军忽然停住了脚步。哎呀，要是我媳妇于翠翠真在里面，我就把她拉回家。可要是万一她不在这儿，那可就有点尴尬了。我该怎么说呢？找个什么借口呢？想了老半天也没想好借口。最后何尔军一咬牙一跺脚，管他呢，先进去看看翠翠她在不在再说吧。大步跨进旅馆的前厅，抬眼一看，何尔军可就看到了他最想看见的人与最不想看到的情景同时出现在眼前。只见住宿登记台的后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正在有说有笑。女的是自己的妻子于翠翠，男的是于翠翠的前男友，何尔军的头号情敌，旅馆老板高一能。看到何尔军，当时两个人就都不说话了，愣了片刻之后，高一能似乎是觉察出了不对劲儿，正想着说句话打破这尴尬的局面，何尔军先开口了：于翠翠，快跟我回家。于翠翠见丈夫并没有好脸色，她更生气了：你命令谁呢？跟老婆耍威风，算什么本事？说完，于翠翠把脸一扭，看都不看何尔军了。何尔军此时心乱如麻，脑子发懵，一气之下扭头就走。他出了高一能的旅馆，登上自行车便往家里赶，心想我看你于翠翠还回不回家，反正我又没做亏心事，凭什么被你冤枉了还要低声下气的呀？走出去没多远，于翠翠的前男友高一能追上来了，伸手拦住了何尔军。尔军，你怎么还是这么冲动？翠翠今天忽然说要来我这儿打工，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原来还真是你们两口子吵架了。快跟我回去，女人得哄，你哄哄她，说两句好听的不就完了吗？何尔军一听高一能这一番劝说，再一看高一能的神态，非常的坦荡真诚。哎呀，这位高一能果然比我的境界高啊。于是高一能帮着劝说，何尔军也向妻子说了些软乎话，于翠翠也就同意回家了。回家路上，于翠翠这才说了心里话：尔军，其实隔壁李婶说你半夜去张寡妇家的话呀，我根本就没相信，更没有想要寻短见，只是想借机会测试一下我在你心里到底重不重要。这时候何尔军眉头还是皱着，问自行车后座上的于翠翠：老婆，那包耗子药是怎么回事？咱家也没老鼠啊。哎，那是我去赶集，李婶让我帮她捎着买的，还没来得及给她呢。何尔军这么一听，这才完全舒展了眉头，轻松地蹬着自行车，带着老婆先去了一趟岳父家报平安，然后才回到自己的家。隔壁李婶来取耗子药：翠翠，婶儿跟你说尔军和张寡妇的事儿啊，是跟你闹着玩呢，你可别当真啊。何尔军与妻子于翠翠相视一笑，然后同时扭过头来，对着李婶异口同声：以后这种玩笑话最好还是不要说了。不久之后，光棍刘大柱和寡妇张天娥送来了结婚请柬。婚礼上，刘大柱和张天娥特意感谢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何尔军。尔军哥，要不是因为你呀，我俩还不一定能够走到一起呢。